我的马拉松好像是在9块钱买的，可是现在看起来很低，可是它其实涨起来的时候只有3块吧，我记得3块对对对，涨到9块差不多。很恐怖了，谁敢买？我敢买啊！为什么？看对它就会继续，看嗯错就停损，所以我常讲你要敢赔钱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进货成本的概念是要有的，对啊。那我觉得你不要害怕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些股票只要未来性还好，只要热钱有意愿去，它就会涨到翻掉。那资本主义市场始终有一个硬道理，嗯敢花钱冒险的人才是老大，所以你不要怕赔钱，就怕花了钱赚不到钱，那算了，那梦一场。可是你敢拿钱下去赌，那我觉得会有回报。我觉得这1-2年是很好的时机。我下午才在跟同事讲，我可能每10%往下嗯跌，我就会买一点，买一点，买一点。往上10%，我也买一点，买一点，买一点。我不怕了，因为我前面感觉自己有赚嘛，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你做的很短，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的交易记录哦，你做了很多 option，对不对？那 FCEL 呢？能源股，你是做空单吗？那个不是做空单，那个是 buy call，那个我是买上，那个是有赚到钱的。然哦，后因为那个时候，它是我买了过后2-3天，它就报上去差不多18仙吧。我了解。然后我还有一件事哦，我要跟你讨论哦。你那个 CCL 嘉年华邮轮啊，小亏卖嗯，出是为什么？这个我一定要问你，哦，为什么？我那个我是转场，因为那个 CCL 是吗？我之前因为我有一阵子的时候就有点 like confused，因为那时我有买了它的正股，然后同时我也是有 option，然后因为那个正股占据了我很多的那个资金，所以过后上个星期的时候，我想这样子再下去不对。CCL 它这档股票它的道理哦，我觉得应该比较偏向是，我们去观察它会不会倒，它跟其他我们选的那些股票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如果不会倒，我们其实直播也讲得很清楚了，它如果不会倒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压很多这种 option 在 CCL 里面的话，我会觉得很难操作，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业绩这件事情，它很难，它跟疫情绑在一起。疫情如果变坏一点，大家都退一点票；疫情疫苗一好，大家要买票，所以等于是要去赌疫情好或坏的时机。所以偏偏其他股票买 option 都比较容易。你说特斯拉，你说 ARK，他们的这种持有的高科技股，你要去赌一个回档去买 call，我觉得相对容易。可是 CCL 这种股票摆明的是要等的，包含自己很喜欢一个股票叫中芯国际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应该很清楚我在讲这个股票。像这种股票，我也不敢买它的 option 啊，因为它的起来是很需要时间的，我是赌它不会倒。像这种我就会只买现股，而且我买现股的数量，第一个不太多，不会太多，因为要等。第二个，有时候你会看我买很多在上面的时候，是为什么？我是 parking 我的资金在里面，我随时又要把它拿出来了。所以我看到你 CCL 小亏卖出，然后买 long call，买 long call 可以，买 long call 可以。是因 OK 为好像很多人买 call，他们会买差不多1-2个月，但是我每次做 option，我会买至少1年或以上。OK OK，啊，流动性没问题吗？对，没问题。美股的话，option 就不是问题，但是如果是港股的话，我就不建议做 option，因为它的流动性太小了，所嗯，以就可能会有这个价差的问题。可是我是建议啊，我比较不习惯在这么快的时候去下这个。那专业投机原理你有看过吗？它如果你有看过，它里面写一致性的获利，卓越的报酬，卓越的报酬在一致性的获利后面嘛。所以当我有赚钱，我会拿10%也好，15%也好去买它的扣，有可能我就赌赌看了。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在国外股市一个扩大获利的动作。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，好，但是我会先有赚钱再去买，因为我是拿赚的钱去买那个扣，去赌一个大的。偏偏在台湾没办法这样赌，我相信在马来西亚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国家的股市涨20%、30%，
如果就要回档的话，你买 call 嗯，就一下就赚不到钱了。这个衍生性商品在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办法获利的，至少我觉得很困难。哦，长久获利啦，我讲的是长久获利。是，可是你会发现，国外的那些投资大师，嗯大卖空的主角 Michael Berry 啊，还有这些国外的这些操盘手，他的旗下基金几百亿美金，他们也敢买 call，就是因为国外的市场很健全。我觉得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等赚个，像你现在可以买了，因为你今年你报酬率很好，你现在要你已经赚了快1倍了，你想要问的是怎么样赚更多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对于赚更对，多有什么计划呢？我其实不大懂什么叫做结构性加仓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就是赚，如果是赚了，我要什么时候去加仓，就是那个下大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困难。还有就是我的那个技术分析就是比较弱。我觉得对散户来讲，第一个技术分析要用的正确，只要记住哪里看起来最可怕，我们就去买哪里，赌赌看就好了，不可能知道正确答案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件事情，你说你买了 PayPal 啊、FB 啊，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加仓，我还是建议，可能是我们这个会员直播才开始没有多久，我观念阐述的还不够清楚。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我现在会员里面的每一档股票，我自己在买的，我自己在观察的，我自己喜欢的标的都是我确定它半年甚至1年以后的发展会很吓人。只要有这个条件，市场好，我就可以加仓，我就愿意加仓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持有的都是这些股票，我买的、我看的都是这些股票。如果我只看到它3个月后会很好，我根本不把它当做一个好事，因为没有不重要。3个月后干嘛？我们买美股要赚1倍、2倍、3倍，这不是3个月后会发生什么好事可以达成的，不可能。我的未来汽车报了好久，未来汽车赚很多钱，第一个运气也好了，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我报了快7个月，7个月有了哦。那我再跟你分享，其实我未来汽车在3月以前就买了，所以我其实盯着它已经超过1年半了，本来就是这样子。那其实这样是可以赚到钱是没有问题的吼，我还是这样子加码吼，不要当成是加码，你只要吼我自己的习惯了，只要股票涨起来，你已经赚到钱了嘛，运气不错已经赚到了嘛，我就敢再分批再打进去。你有2个时间点可以加码，一个是技术分析的点加码，如果是技术分析不够好的买点，但是它一直涨了，市场是对的，它一直涨了就是对的，那我就买5%、10%都好。我的未来汽车也是这样，涨上来了我也敢买，其实我也会怕啊，谁不会怕？3块涨到6块，已经很可怕了，已经很可怕了。6块涨到10块，大家已经在骂不可能会涨了。10块涨到16块，谁敢买？对不对？这一路走来，你要习惯啊。做美股，你不敢拿资金去赌大的，你就赚不到那个报酬。我觉得我自己会什么有这个启发，你知道吗？苹果 Apple 2005年是1块多，我们要怎么样持有一个股票从1块多持有到200块呢？我是用这样的心情去研究股市的，不管是从技术分析，好，那这个持有是要怎么样？永远当他股东也可以啊，这个策略也可以，可是你承受的回档会很大哦，你可能100万到500万，它就跌回130万，那这个需要很大勇气，我自认我做不到，所以我会想办法在什么地方去卖掉一些，在什么地方再买回来一些。我心里想的是，如果今天我真的选到了一档可以涨10倍、100倍的股票，我要怎么样至少赚它1/3？它涨10倍，我要赚3倍；它涨100倍，我要赚30倍。我至少想做到这件事情。作为我们投资人，我觉得要咬紧一个观念：机会成本。如果今天哦，我投资这个股票，未来汽车从3块涨到50几块了，我不是觉得它不会涨，而是我当下马上看到另外一档比它更可能会涨1倍、2倍的股票，我就把资金转过去。这是一个美国股市的优势，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可能会涨1倍、2倍的股票给你买。
那你是怎么设立你的那个期望值呢？对一个股票，因为好像如果我看到一档股票，其实我对它可能我觉得有前景，但是你很难去说它期望值是多少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是对的。我觉得在现阶段能够去估算，像很多分析师，我们台湾的分析师，他们的分析报告会写，比如说以前我们台湾做很多笔记型电脑，我看到最多的报告就是这个笔记型电脑明年可能可以卖几台，它的对手可能卖几台，所以它比对手好。我觉得这个分析很荒谬，这个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事情，它就是大学生写报告写一篇有道理就给你了。我觉得最真实的世界应该是它未来有可能转型，那个转型可能会有1倍到10倍的空间，你就不用管是1倍还是10倍了，因为它的期望值都很大，所以我只买这种股票。第二个，当期望值这样做到之后，我会去盯着它有没有实现这些事情。它如果只是做梦，随便讲一讲，我就把它卖掉。它有这个期望值，我也不理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去看嘛，你这个执行长说话是不是都能做到？这个公司敢做梦，可是月营收有没有出来？你把你自己想成天使投资人，当你投了很多钱给这家公司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愿景，你看到了嘛？新创公司一定很有愿景嘛，可都是大爆发嘛，对不对？那都是大爆发之后，你投进去之后，他告诉你这半年他可能可以获利多少，有没有数字嘛？没有数字的话，他是遇到疫情呢，还是因为他其实不想做事呢，还是因为他根本没这个本事？那你这样有没有大概了解我在选美股的逻辑了？明白，大对，概明白。看看它的变化，盯着它，看到更好的新创公司，再把钱再丢到另外一边去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不是赌它会不会未来会好啊，是别人更好，因为资金需要有效率的应用嘛。偏偏我觉得台湾没有这么好办，没有这么好的机会。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怎么样，但台湾真的我找不到。所以啊，我很贪心啊，我从美股，我从期货做到台股，最后还是逃跑了，跑到美股去了。我觉得看看还想听你有没有什么操作上的问题，不管是做美股还是在股市，还有任何问题，我听听看。因为我是比较那种工程师的那种脑袋，所以好像每次我学一个新的技术分析，我都会想要做回测。然后好像股市的话回测，我会觉得我应该要讲回测，因为这么多档股票，然后如果我只是选那几档来做，又好像不大对。你去看纳斯达克，或者是你做的股票是道琼，或者是 S&P 500，你去看这些指数的回档幅度会多少？个股的话，你把它乘2倍到3倍。OK，你去抓那个大概的波动率就好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不买？我后来居然卖掉了，它的波动率已经超乎我能够建仓到 all in 的范围，所以我不买。我讲过，我自己的那些名单，我自己的操作，都是为了要把我全部的身家丢进去，全部的身家丢进去，我就不想承受那个波动率。今天很多人会去赚那个小钱，可是我觉得没有意义。100万，你拿5万、10万去买GNE100块，不对。那你要拿全部的身家去买GNE100块吗？睡不着吧？我觉得也不行。所以我觉得就不需要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分批我们就这样做。我相信今天聊完，你可能会有些感觉。我觉得你占了很大的先机，你早就有大局观，而且你做过天使投资人，你2017年这种加密货币，你2020年的操作很顺利。我预计你2021、22都会比2020还要厉害，我感觉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加油。谢谢老师。OK， 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喽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拜拜。